是韩国知名的旅游景点了。当你去济州岛旅游的时候，通常会去哪里玩呢？大家好，这里是左岸光影。上回跟大家分享了韩国知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韩江的《永不告别》。我因为读了书，才知道原来韩国现在作为旅游胜地的济州岛，在冷战时期发生过惨烈的济州4·3事件。也因为这个契机，我开始去查资料，试着理解济州4·3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。结果意外发现，济州4·3事件的导火线和台湾2·28事件的导火线发生时间竟然只差1天。更进一步查下去后，我发现不止时间接近，连事件发生的政治背景、警民冲突的形式，甚至后续被定性与镇压的过程，都有高度的相似性。于是我规划了一趟济州岛旅行，特别安排去拜访与4·3事件相关的重要地点，包括4·3和平公园、纪念馆以及导火线发生地关德亭。我们先坐公车去关德亭与济州木关崖吧。我下了公车，一眼就看到插着一个大帅旗的关德亭。我在关德亭绕了一圈。关德亭除了是古代济州岛练兵之所，也是4·3事件导火线的发生地。接着我走进了济州木关崖。济州岛过去曾经是流放犯人的地方，也曾有官员因为袒护被流放者而遭到贬谪，因此被派来济州岛任职的多半是武官。木本身就带有武职的意涵。园区深处有一座望京楼，象征面向首尔方向，对君王表达感念与致意之意。一旁的菊林堂，则是关衙人员吟诗作画、弹琴休憩的空间。我造访的时候正值秋天，周围一片小小的橘子树，树上还结着果实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济州木关崖的延禧阁也是韩剧《苦尽甘来遇见你》的拍摄地。《苦尽甘来遇见你》第8集，IU 饰演的爱纯与朴宝剑饰演的宽直在这里参加诗文比赛。有闲情逸致的话，不妨在这里为爱人写首诗哦。离开济州木关崖，我搭43支2号公车往4·3和平公园的方向走。一路上，我看着地图指引，发现路越走越荒凉，车子也不断往山上行驶。公车上的人一个个下车，到后来竟然只剩我一个，而且车子显然离目标还有一段距离。我恐慌起来，没想到4·3和平公园在这么荒凉的地方。等到公车到达目标站牌，我下了车，看着车站前后一片荒凉的山景，吹着冷风，非常凄凉，果然很符合百孔的肃杀气氛。我不禁想起韩江的小说《永不告别》里描写的那些寒冷、黑暗又恐怖的场景。我沿着4·3和平公园的路标往前走，路过停车场，走进去园区内，一片萧索。我走到纪念馆门口，发现纪念馆竟然大门深锁。原来今天是逢每月第1、第3个周一的休息日，我真是来错时间了。于是我想，不然就逛逛公园吧。在纪念馆休馆的日子里，偌大的和平公园只有我一个人。所谓和平公园，此时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墓地，四周的碑石上都刻着牺牲者的名字。如此数量庞大的牺牲者，实在令人震惊。园区里有许多乌鸦飞过，为亡者哀悼。
园区深处有个地方，刻着受害者写的家书，以及作家们写的诗句。我鼓起勇气走了一圈，天色也逐渐暗了下来。傍晚5点半，天色已晚，我赶紧离开43和平公园园区，走到园区外面，只见马路对面的公车站散发着微微的幽光，四周一片黑暗，山上向晚的冷风吹着，还有大片的芒草摇曳，场景萧索。于是我走到公车站，发现好像只剩一班43之1号公车了。我赶紧准备跳上公车，离开这片逐渐被黑暗吞没的地方。因为前一天扑了空，所以我今天再次搭乘43之2号公车，前往43和平纪念馆。这一次的路线我已经算是半熟了，往纪念馆的方向走过去，跟昨天萧索的景象完全不同。今天有很多学生在纪念馆门口，看来是学校带学生来做校外教学，而且还可能不止一间学校。我跟着学生们一起进入放映厅看影片，接着顺着参观动线，穿过象征历史回顾的时光隧道。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具象征性的白色棺木，馆内的说明大多以韩文为主，只有少部分英文。我只好打开 Google 翻译，一段一段地慢慢阅读，所以参观的速度相当缓慢。或许这座纪念馆的主要对象本来就是韩国社会自身吧。馆内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段动画，讲述1947年3月1日在关德亭发生的导火线事件。根据纪念馆的叙事，当天一名孩童在军警游行时被马踢伤，警方未加处理便离去，引发现场民众愤怒，而对警方丢掷石块，警方则对群众开枪，造成多人死亡。事件因此迅速扩大，并成为后续大规模镇压的起点。看着动画重现那一天的场景，我的眼泪不自觉地掉下来。或许这份情绪也联动到我对台湾228事件的记忆。台湾的228事件导火线是1947年2月27日，专卖局台北分局的查缉员在台北市天马茶坊附近查缉私烟时，对一名贩卖私烟的妇人将脉暴力相向，周遭围观行人群情激愤，查缉员在混乱中开枪，击中一名围观市民，引发后续的民众抗争与大规模军队镇压。两起事件的导火线不止时间相近，连警民冲突的形式都呈现出令人不安的相似性。随着展览继续往下，我感觉纪念馆在叙事中对冷战结构与美国角色有着相当明确的意识。馆内多次指出，当时在美军的主导下，济州岛的民众抗议与罢工行动被定性为共产势力煽动，进而被视为需要被清剿的对象。根据馆内说明，军警在汉拿山一带实施焦土式镇压，有的平民躲入洞穴中，仍遭到极端手段清除，甚至划定从海岸线向内5公里的区域进行全面扫荡。这样的历史叙事让人感到极为沉重。相较之下，在台湾对白色恐怖的公共记忆中，除了国民党威权统治的责任之外，美国在冷战体制中的角色往往较少被放在同样清楚的位置上被讨论。
这样的差异也让我在参观过程中不断产生对照与反思。不知不觉中，已接近闭馆时间，导览人员开始提醒参观者离场。我赶紧离开纪念馆，搭上公车，在夜色降临前离开这片笼罩着历史阴影的汉拿山区，返回市区。来到东门市场，现在正值柑橘的收获季，市场里到处都是新鲜柑橘，以及柑橘汁、柑橘巧克力、柑橘糖葫芦等柑橘周边产品。但是柑橘的甜美滋味背后，却也隐隐透着苦涩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一起加入讨论哦。